大家好，我是毒魂，今天是我们真实版狮子王物种盘点的下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热闹的新王诞生庆典结束了，此时画面给到了一只灰色的小老鼠，可以看到这只老鼠的背部长有明显的黑色花纹。起初我将其误认成了斑草鼠，因为背上的黑纹确实相似，但后来经人指点并仔细对比后，我发现它背后的黑纹只有4条，数量和斑草鼠不符，所以更有可能是这一物种4条纹鼠。之后的剧情里，木法沙为辛巴讲述了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此时画面给到了一只圆蛛科的蜘蛛，这里顺带和大家说下，由于节肢动物的物种数量庞大，且不同物种之间的体貌差距较小，鉴定难度往往比脊椎动物要大得多。再加上电影特效也并非100%还原物种原貌，所以电影中的很多节肢动物我们只能鉴定到科或者属，而无法鉴定到具体物种，还望见谅。另外，这2位朋友在节肢动物的鉴定上帮了我不少忙，在此鸣谢。说回电影，在辛巴返回狮群的半路上，一只兜虫吸引了他的注意。看到这对上下各异的分叉犄角，相信很多小伙伴会认为它是一只双叉吸金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独角仙，但或许并非如此。这只兜虫的上犄角明显比真正的独角仙要更长，所以我觉得更像是某种鸡兜属的物种，例如当前图中的是佛罗伦萨鸡兜。伴随着经典曲目《我等不及要当狮子王》，辛巴和娜娜在一处水塘边和动物们嬉闹了起来。这个场景中出现了不少非洲的著名物种，我们来一一看下。首先是这些鸵鸟，鸵鸟属现存非洲鸵鸟和索马里鸵鸟2个物种，相比之下，雄性非洲鸵鸟的头颈和腿部呈现粉色，雄性索马里鸵鸟的头颈部则呈现蓝灰色，仅在繁殖季节时嘴部和肤质会呈现粉色，而双方的雌鸟则较为激进，均是呈现灰褐色。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南非亚种的雄性非洲鸵鸟腿颈颜色也偏灰，而电影中的鸵鸟可以看到它们的颈部呈现白色，腿部呈现灰色，配色正好是比较接近南非亚种的雄性非洲鸵鸟。接着是大名鼎鼎的河马，这种动物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咱就不费口舌了。随后同样知名度极高的角马也出现在了画面中，也就只有在这种卡通作品里，它们才不会是以食物的身份登场了。过去角马仅被划分为白尾角马和斑纹角马2个物种，区分它们的方式也很简单，白尾角马的脚向前弯曲且尾巴白色，斑纹角马的脚向侧面弯曲且尾巴黑色，所以倘若按照2分法，电影中的角马明显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斑纹角马。但如今新的分类方法则将斑纹角马给拆分成了4个独立物种，其中分布于东非的有东白须角马和西白须角马2种，结合电影中的角马体色较浅，背部鬃毛更少，我觉得更接近东白须角马。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群背部长有黑色条纹的虻科动物，通过这一特征可以看出它们是一群条纹虻，也叫睾虻或非洲虻。就在辛巴和这群条纹虻愉快的奔跑时，一只土豚出现在了画面中，这也是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动物。顺带一提，动画版在这一段犯了个非常离谱的错误，居然出现了美洲的大食蚁兽，幸好 CG 电影版修正了这一错误。随着音乐渐入高潮，一群非洲水牛抬头望向了镜头。非洲水牛的知名度自不必多说，除了各种纪录片外，还有不少小伙伴是从疯狂动物城中认识的它。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角马一样，过去非洲水牛属也仅仅只有1个物种，但如今则划分了4个物种。可以看到这4种非洲水牛的外观区别还是挺大的，确实早该拆分了。而电影中的非洲水牛则明显就是最知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开普非洲水牛了。这里顺带问大家一个问题，非洲水牛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吗？答案可能有些反常识，不是。非洲最大的牛科动物其实是大羚羊，它们的体重最重可达1吨，比最重900公斤的非洲水牛还要夸张。伴随着歌曲的结束，辛巴和娜娜成功摆脱杀阻，来到了他们此次冒险的目的地——大象墓地。很显然，这个地方的原型是来自象轴的传说，这一传说在很多文化作品里都有展现，而我们之前的视频也是对此辟谣过。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象会在死前专门跑到一个地方等死，这个谣言的起因很有可能是源自偷猎者的猎杀，或自然灾害导致大量大象死在同一处地方，堆积的尸骨便形成了象轴传说的原型。说回剧情，在这片大象墓地中盘踞着本片的反派群体，那便是大名鼎鼎的斑鬣狗。或许会有小伙伴好奇为什么不直接称呼它们为猎狗，这是因为猎狗科现存有4个物种，分别是和斑鬣狗同为猎狗亚科的睾猎狗和棕猎狗，以及土狼亚科的土狼。所以说，尽管由于斑鬣狗本身的知名度较高，因而经常被人们直接称作猎狗，但是像我们这种科普视频还是得说的更严谨一些。电影之所以将斑鬣狗设计为大反派，显然是出于人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毕竟大多数人提到斑鬣狗想到的无非就是石斧和掏钢，再加上这不甚英俊的外形，你不当反派谁当反派？不过这里需要小小说明的是，斑鬣狗其实并不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的食物中近80%都是自己捕猎来的，虽然狩猎方式确实比较残忍。接着我们来到木法沙殒命的场景，被刀疤诓骗于此的辛巴
巴此刻被一只蜻蜓吸引了注意，随后这只蜻蜓又被一只变色龙吞进了肚子。这只蜻蜓从外观上看应该是尾蜓属的蜻蜓，具体物种未知。而这只变色龙我们则可以看到它长有一个高耸的头冠，所以很可能是高冠变色龙。不过相比较真正的成年高冠变色龙，电影中的这只头冠明显要更小一些，或许是未成年个体。随着木法沙被刀疤害死，失去父亲的辛巴在白猎狗的追逐下离开了家乡，并在长途跋涉后昏倒在了一片荒漠之中，很快被遭到了一群乌鹫的觊觎。通过这些乌鹫的体貌特征和配色，可以看出是一群黑白乌鹫。别看它们其貌不扬，黑白乌鹫可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可以飞至高达海拔11000米的平流层高度。就在黑白乌鹫上前打量时，本片的另外2名主角鹏鹏和丁满突然杀出，赶跑了乌鹫。丁满的物种我们上期已经说过了，是狐獴，也叫猫鼬。不得不说 CG 版的丁满虽然更加可爱，但也失去了动画里那股子贱兮兮的感觉。而鹏鹏的物种自然就是一头疣猪了。现存的疣猪属分为普通疣猪和荒漠疣猪2种，鹏鹏的这个外观显然就是更为知名且分布更广的普通疣猪。相较于动画形象，我总觉得 CG 版的鹏鹏可爱程度直线下降，毕竟3次元的疣猪实在不是多好看的动物。顺带一提，电影中小时候的鹏鹏居然被做成了一头小野猪的模样，现实中的疣猪幼崽是不长有这种花纹的，只有野猪幼崽才会长有这样的花纹，这个错误多少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此外，在鹏鹏的回忆片段里还出现了一只蓝色翅膀的蝴蝶，根据其麦翅的纹路和黑边蓝底的翅膀配色，以及这黄色的腹部，很有可能是非洲青凤蝶。接下来的剧情，鹏鹏和丁满带着辛巴一起走进了他们的秘密森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很有意思的小动物。首先是这只棕红色眼睛的小型灵长类，根据这个外观和瞳孔颜色，可以看出是一只塞内加尔鹰猴。随后是这只长着一对大耳朵的犬科动物，它则是一只福尔狐，也叫大耳狐。和人们普遍印象中的犬科动物不同，福尔狐的食物中80%都是昆虫，偶尔甚至会吃点水果，这一点倒是和电影里展现的一样。接着是这只黑红相间的小象渠，根据这个配色可以看出它是一只黑象渠，也叫黑红象渠。这个小家伙可能容易让人联想到啮齿类动物，但其实作为非洲食虫类的它们和耗子毛关系没有。再然后是这种体型小巧的羚羊，可以看到这种羚羊的鼻子很长，可见应该是一种犬羚。再结合分布地点和外观综合推测，可能性最大的应该就是汤氏犬羚了。除此以外，森林中还出现了救猪鸡、西汤氏瞪羚等动物，这些动物我们上期讲过，不做重复。认识新朋友后，鹏鹏和丁满热情地邀请辛巴享用昆虫大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奇草，疑似是非洲巨人马鹿的黑色马鹿，看着像是白条绿花金龟的绿色花金龟，左上角还有一只翅膀带有耀眼红色的蝗虫，根据这一特征可以推测是绿足齿棘蝗，以及这种色彩斑斓的毛毛虫，看着应该是破凤蝶的幼虫。除此以外，这个场景中还有着2种因为清晰度问题而实在没法界定的虫子。这种甲虫的背部花纹看着有点像气步甲，但是头部和胸部又明显比气步甲更宽，所以难说是个啥。而在这里还有2只看着像天牛或拟天牛的虫子，同样因为细节过少而无法界定。视频的最后还有一只容易被漏掉的昆虫，那便是这个画面中推着粪球的枪狼，可以看到其头部末端长有许多锯齿状的凸起，通过这点可以得知它应该是圣枪狼。古埃及文化中的圣甲虫原型便是这种动物。好的，至此我们便将真实版狮子王中登场的动物全都给鉴定过一遍了，如有遗漏还请各位小伙伴补充哦。喜欢的小伙伴也别忘了赏个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